我家保姆的女儿最近有点不太对劲，她总是有意无意的用一种仇视的目光看着我，然后大声在客厅里放真假千金的小说。我弟实在受不了，来向我抱怨，姐，何雨柔不会以为你和她是报错的真假千金吧？她最近老是用一种慈爱的眼神看着我，怪吓人的。我笑了，她真以为我们家每年付的高额体检费不包括验过 DNA 啊？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是江氏集团独一无二的千金，江南生。与其他千金一样，我的爸妈总是忙于事务，鲜少在家，于是便雇了一位住家保姆来照料我和弟弟姜文的日常起居。这位保姆叫何秋芳，她有个女儿何雨柔，年龄与我相近。何雨柔打小就与我们一同生活，一同成长。然而她的妈妈似乎并不待见她，我们全家人都能清晰地察觉到何秋芳对自己女儿的厌恶。我也曾询问过父母是否要去干预他们母女间的关系，毕竟何雨柔常常被忽视，还被高标准严要求，实在是可怜。但父母却告诫我莫要去干涉他人的命运，而且当我为了何雨柔发声的时候，平日里对我颇为友善的何秋芳竟直言那是她的家务事。自那以后，我便不再过问。可近期何雨柔看我的眼神变得很是怪异，并且在家里频繁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。他先是每日向姜文打探我外出度假的父母何时归来，而后见到我时总是用一种充满蔑视的眼神直勾勾地瞪着我，就像姜文所说的那般。他还换了一种方式去骚扰他。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，当大家都在客厅的时候，他故意用手机大声播放真假千金的小说。按照姜文的说法，那就是他那点小心思全写在脸上了。我心中暗自嘲讽，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？即便我们年龄相仿，他妈妈对我比对他还要好。等等，难道我真的是假千金不成？我赶忙起身奔向书房，翻找出我这18年来的体检单。所幸我的父母很明智，每年体检的时候都会做一次 DNA 检测，不然我还真要怀疑自己并非这个家的亲生千金了。看到鉴定书上明确表明的关系，我这才松了口气，只当何雨柔是真假千金的文章看多了，便不再去理会她了。直至这一日，何雨柔在饭桌上娇声娇气地问姜文：“阿文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和我长得有点像呀？”姜文一听这话，顿时食欲全无。何雨柔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我和你能有什么关系？还长得像？我亲姐姐就在这儿呢。何秋芳也被惊得咳嗽了几声。你这个死丫头，在胡说什么呢？老爷和夫人不在家，小姐和少爷允许我们与他们一同用餐，那是我们的福气。你怎么能这样称呼少爷呢？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，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一边说着，一边拿筷子敲打何雨柔的脑袋。何雨柔的眼中瞬间蓄满了泪水。等叔叔阿姨回来，我要让你们好看。说完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就跑回自己的房间去了。我可是啥都没说啊，也不知道我爸妈回来后，他能让我怎么个好看法。何秋芳脸上堆满笑容，满是歉意地说道：“小姐少爷，实在是对不起，雨柔这孩子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何阿姨，以您的教育方式，还不如对她放任自流呢，毕竟是您的亲生女儿，还是对她好一点比较好。”我特意着重强调了亲生女儿这几个字，想要试探何秋芳是否知晓她女儿的异常，结果她只是干笑了2声。小姐说的是，我们这种没读过多少书的乡下人也不懂如何教育孩子。雨柔那孩子可比不上小姐您金贵，在我们那儿，像她这么大的女孩早就嫁出去给家里的兄弟换彩礼了，哪像在这里，老爷还资助她读书，她不感恩也就罢了，还如此无礼。她的想法我实在无法认同，看这样子，她似乎并不在意何雨柔是否是她的亲生女儿。我道出了心中的疑惑，何阿姨，您可是从小到大一直对我都很好。何秋芳立马就高兴起来，且不说老爷和夫人对我有恩，我可是看着小姐您长大的，在我心里，小姐您可比我的亲生女儿还要重要呢。此时此刻，我不禁有些同情何雨柔了，有这样一个妈妈。我笑了笑说：“何阿姨，您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女儿吧，免得日后惹出什么麻烦。”说完，我没有理会何秋芳那疑惑的表情，径直离开了餐厅。我的耳朵都快被姜文唠叨出茧子来了。虽说晓得何雨柔之前老是有意无意地往他跟前凑，但这次的情况确实大有不同。姐，他平常偷偷拿我的衣服去洗，半夜洗完澡就在我书房门口晃悠，天天不管有事没事都跑到我班级门口溜达，这些我都忍了。可现在他天天像个长辈似的给我夹菜，还老是用那种充满慈爱的眼神看着我，
我是真的无法忍受了。姐，他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呀？姜文又一次在我面前哭诉，我也实在是不堪其扰了。我应允他，等回学校见到何雨柔的时候，我会找他好好谈一谈。我爸为了给自家员工发放福利，顺便给自己积攒点德行，大手一挥就把何雨柔安排进了我所在的高中上学，还把她和我分到了同一个班级，美其名曰可以互相照应。但实际上我都已经好些天没有见到何雨柔了，何雨柔这些天似乎是在故意躲着我，我在的地方她就不在，哪怕是回学校，我想见她也得靠运气。今天我的运气很不错，一回到教室我就看到了何雨柔，她打扮得光彩照人，被同学们围在中间。雨柔，你这身衣服还有这个包肯定得花不少钱吧？哎呀，没多少钱的，逛街的时候看到喜欢的就买了。哇，以前看雨柔穿得很朴素，还以为雨柔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呢，没想到原来是个千金大小姐啊。何雨柔笑了笑，什么千金大小姐啊，这都是父母给的，该是我的总归是我的，不像有些人没那个命还非要去争抢，到最后也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朝着我这边瞟了一眼。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女生凑过来，小声地问我，她不就是你们家保姆的女儿吗？江大小姐，你们家给保姆开的工资这么高啊？还是她那个保姆妈妈中彩票了？她这一身奢侈品就跟个暴发户似的。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她和人报错了？她的亲生父母是大富豪？男生，她这话里话外的，不会是在她这话里话外的，不会是在说你吧？你和她？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我也不清楚何雨柔哪来的这么多钱。班级里只有跟我关系不错的同学，在去过我家之后才知道何雨柔是我家保姆的女儿，大家也很有默契地维护她的自尊心，从来都没有点明过她的身份。她好像有点妄想症，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论。我走上前去叫住了何雨柔，何雨柔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何雨柔愣了一下，躲了我这么多天，她没想到我会直接上来跟她说话。毕竟在小说里，那些假千金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时，都是唯唯诺诺的，连和真千金对视的勇气都没有。周围的人开始小声议论起来，从来没见过江南生和何雨柔有什么往来啊。你听何雨柔刚刚说的话，她不会是和男生报错了吧？难道雨柔才是真正的江家大小姐？别瞎说，要是得罪了江家，谁都没好果子吃。何雨柔不是和江南生的弟弟走得很近吗？要是亲姐弟的话，应该不会刻意走得这么近吧？这可说不准，你看她突然打扮得像个暴发户一样，说不定最近刚认回来。我就当作没有听到这些无端的猜测，直接走到教室外面去了。何雨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也跟着我出来了。我直截了当地问道，你应该知道我找你是为了什么事吧？何雨柔看着我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。既然你已经知道自己霸占了我的位置，我劝你还是尽早跟爸妈说清楚，说不定到时候我还能帮你说几句好话，多给你一些赡养费之类的。我的脑子在那一瞬间仿佛短路了。何雨柔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他冷笑着说，装什么呀？江南生，你早就知道我才是江家真正的大小姐了吧？让我替你过了18年的苦日子。江南生，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才是江家真正的女儿？证据？何雨柔一脸胜券在握的表情。证据我当然有，等我爸妈度假回来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江南生，就算到时候你跪在地上求我，我也会把你和你那个穷酸妈赶出家门。我正想问他哪来的这么大的脸，突然一个尖锐的女声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对话。何雨柔。只见何秋芳快步朝着何雨柔走了过来，啪，狠狠地扇了她一个耳光。原本在教室里的同学听到这动静后，全都一窝蜂地跑了出来，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惊到了。何雨柔用手捂着被何秋芳扇得通红肿胀的半张脸，泪水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，她的嘴唇在颤抖，喉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，说不出话来。何秋芳则是双眼布满血丝，气急败坏地一把揪住何雨柔的头发，是不是你这个败家女，是不是你把我卡里的钱全都转走了？那可是留着给你弟弟娶媳妇用的呀，你这是想让我们家断子绝孙啊？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没良心的东西啊？何秋芳的话语里带着哭腔，这下子大家都明白何雨柔身上那些奢侈品的来历了。我急忙上前把他们俩拉开，何阿姨，有话好好说，这里可是学校。何秋芳看了看周围围观的同学，更加来劲了，一屁股坐到地上。老天爷呀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我辛苦一辈子才挣了这点钱，就想着给家里留个后，现在全被这个败家子给败光了。
我以后可怎么办啊？这就是何雨柔他妈，看起来也不像是有钱人啊。你没听他妈说吗？看来是何雨柔偷他妈的积蓄来装阔，被他妈发现了。同学们开始冷言冷语起来。啊，他以前是这么虚荣的人吗？以前他哪有钱啊？听说他能来咱们学校读书，还是有人资助才来的呢。够了！何雨柔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江南生，是你让他来的对吧？我已经替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了，现在还要让他来羞辱我？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后半辈子过得痛不欲生。何雨柔没有理会在地上撒泼的何秋芳，抬腿就跑。哎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怎么跟小姐说话的呢？小姐，您没事吧？何秋芳在咒骂何雨柔的同时，也不忘起身关心我。我的天，这不会真的是江南生的亲妈吧？这对江南生比对自己亲生女儿还好呢。听说是江南生家的保姆，那他们俩不是更有可能是报错了吗？你看这个保姆对他们俩的态度，哪有亲妈会这样对待自己亲生女儿的？说不定就是这个保姆搞的鬼。我正想挣脱何秋芳的手，一个清冷的男生传了过来：何阿姨，你还是赶紧去看看你自己的女儿吧。人群之中，只见玉苏妍走了出来，站在我的面前。男生，上课了。天呐天呐，我又被甜到了。就算江南生不是真正的江家大小姐又怎样，能成为玉家的少奶奶，那也是大富大贵了。玉苏妍真的好帅啊，这么一看，还是江南生和他更般配一些。相反，我们两家的家长都非常支持我们，毕竟从家世、学识到样貌，我们都称得上是门当户对，而且两家的企业联合起来更是强强联手。何秋芳尴尬地松开手，就跑去追何雨柔了。其实我并不在意大家的闲言碎语，只是想起最近发生的这些闹剧，我有些好奇玉苏妍的想法。回到教室后，我问她：玉苏妍，如果我不是江家的真千金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玉苏妍就像听到了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一样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你笑什么？我是真的好奇了，毕竟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不是江家真千金的可能性很大呢。玉苏妍摸了摸我的头，眼神清澈。你是不是江家的真千金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，只要你是江南生就好。下午时分，何雨柔又回到学校来上课了，不过她把之前那一身昂贵的奢侈品脱了下来，换了一身更加奢华的套装。她这波操作让同学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她径直朝着我走来，却在玉苏妍面前停住了脚步。玉苏妍皱着眉头看着她，何雨柔居然还显得有些羞涩。玉苏妍同学，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，我才是江家真正的千金呢。全班同学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就这么直接说出来了。玉苏妍双臂抱在胸前说道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呢？证据？何雨柔开始扭捏起来。证据我现在还拿不出来，不过等我爸妈度假回来，我们做了 DNA 检测，一切就都会水落石出了。那就是没有证据喽。何同学，玉苏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你这样胡乱认亲，让我和我的女朋友很是困扰。就是啊，连证据都没有，就说自己是江家的真千金，要是我是江南生，早就把他告个800遍了。这姑娘是不是有妄想症啊？怎么感觉她神神叨叨的，怪吓人的。我看啊，是在江家住久了，就真把自己当成江家大小姐了吧。在大家的讨论声中，一阵哄笑随之传来，你们别乱讲。何雨柔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，煞是好看。何同学，别的先不说，你身上穿的衣服恐怕不是你自己的吧？玉苏妍从何雨柔走进教室起就有所察觉，仔细端详了许久，才得出这个结论。对哦，玉同学不说我还没发现呢，这不是 M 家今年的限量版套装吗？我记得总共就没几手套啊。是啊，本来就没几套，而且玉同学还送过江同学一套呢。天哪，男生，你们家的安保的加强啊，衣服被人偷了都不知道，偷穿别人的衣服，别说是江南生了，就算是我也不会要了。这么好的衣服还是苏妍送给男生的，真是可惜了。要不是玉苏妍提醒，我还真没看出来这是我的衣服。不是的，我没有偷。何雨柔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。雨柔，咱们怎么说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们家对你也不薄吧？现在闹成这样，不但让我们寒心，也让你父母心寒啊。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何雨柔一错再错，可是她对我的敌意似乎变得越来越深了。江南生，这里最没资格说我的人就是你，你才是小偷，偷走了我18年的人生。就是这衣服本来就是雨柔的，就算是玉苏妍送的，那也是送给真正的江家大小姐的。你这个冒牌货还在这里耀武扬威什么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糊涂的人跑出来帮何雨柔说话。我仔细一看，这不是楚安楚大少爷吗？楚安是在我为数不多的追求者当中最让人讨厌的一个，
楚安走过来，搂住何雨柔的腰，别怕，我相信你。何雨柔顿时脸红了，我真的很想一巴掌扇到他脸上去，场面已经够乱的了，他还非要来搅和。楚安，别来捣乱。楚安挑了挑眉毛，捣乱？捣什么乱？在结果没出来之前，谁能保证雨柔不是真正的江家千金呢？楚安的话让何雨柔更有底气了。现在站在江南生那边的人，等结果出来了，我要你们好看。他这话一出口，在场的众人又变得吞吞吐吐起来。站队？我们也没说要站队呀。既然你说你才是江家的真千金，那你敢邀请同学们去江家做客吗？我问道。何雨柔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楚安就先开了口。敢啊，怎么不敢？雨柔是真正的江家女儿，邀请同学们去家里做客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江家我还没去过呢，肯定很不错吧？雨柔，你都说了你才是江家的真千金，那请我们去参观一下你的家，不过分吧？不是楚安这么肯定，他是不是知道一些内情啊？说不定是呢，难道何雨柔真的是江家的真千金？何雨柔见有人动摇了，变得更加自信了。可以啊，大家尽管来做客吧，那是我家，大家当然可以随便参观。楚安见何雨柔一口答应下来，得意地朝着玉苏颜笑了笑。玉苏颜，你还是早点清醒过来吧，别到时候真的娶了一个保姆的女儿回去，让人笑话，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笑了，好啊，敢带着人来我家，我这18年来的 DNA 报告可有地方展示了。当何雨柔带着一群人出现在我们家的时候，何秋芳都被惊到了。你个死丫头，刷我卡的事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现在又带着这帮人想干什么？老爷夫人不在家，你这是想把我的工作给搅黄了吗？何雨柔这一路被楚安说的已经有些忘乎所以了，她心里已经笃定自己就是江家的千金，如今连她一直以来都不敢忤逆，她所认为的名义上的妈妈都不放在眼里了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我都已经知道了，当年就是你把我和江南生调换了吧？我劝你现在老实点，不然等我爸妈回来，我马上就送你去坐牢。何雨柔话刚说完，何秋芳的巴掌就扇到了她脸上。小崽子反了天了，竟敢打你妈！何雨柔这次也不再忍气吞声，冲上去就揪住了她的头发，两人厮打起来。何秋芳，从小到大你打了我多少次了？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我妈？你和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听到了，就是你把我和江南生调换了，我才是真正的江家大小姐。同学们也没见过这种场面，都惊得不敢靠前，我却被何雨柔的话吓到了。何秋芳当年真的把我们俩调换了，我难道真的是何秋芳的女儿？那书房里存放的我这18年的亲子鉴定报告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在我家吵什么？楼下的动静还是把姜文给引下来了。看着楼下乌压压一群人，还有扭打在一起的何家母女，姜文愣了一下，扭头看向我。姐，我只是让你提醒他一下，没让你叫这么多人来教训他呀。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我摊开双手，这些人可不是我叫来的。姜文又满脸惊愕地看着何雨柔，你叫这么多人来我家干什么？难道是想欺负我姐吗？我才是你姐！何雨柔都快急哭了。少爷，是我没教育好他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少爷不用担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何秋芳马上拉住何雨柔，不让她再说话。可现在的何雨柔哪还会听她的话呢？她冲上前就激动地大喊大叫，阿文，我才是你的亲姐姐！是她，何秋芳当年把我和江南生调换了，我才是你的亲姐姐呀，我才是真正的江家大小姐。姜文看向我，我心虚的把头转开，不是我没提醒他，主要是你不了解情况，我根本就没机会说啊。苏妍哥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哪个才是我亲姐？姜文看向玉苏妍，玉苏妍也有些头疼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更倾向于男生。什么呀？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？楚安继续搅和，何雨柔的妈妈把她和江南生调换了，所以何雨柔才是真正的江家大小姐。姜文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这么愚蠢的人怎么可能是我江家的人？阿文，何雨柔已经带上了哭腔，虽然我这些年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但你也不能不认姐姐啊。姜文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江南生，你没告诉他，我们家每年都做 DNA 检测呀。DNA？ 什么 DNA？ 我很无奈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根本就没机会跟他说这件事啊。虽然我一直对我们家每年都要做 DNA 检测这件事感到很无语，但不得不说，关键时候还是能派上用场的。这让我不得不钦佩我父母凡事都留一手的先见之明。你是说你们家每年都会做 DNA 检测？玉苏妍也被我家这个奇特的传统惊到了，我无奈的点点头。不可能，我明明亲耳听到的。何雨柔双手抱着头，像是想起了什么。一定是你。
何雨柔指着何秋芳，一定是你每年在报告上做了手脚，一定是你为了不让江南生被发现，在背后搞鬼。这时，一个温柔的女声响起，这么多人挤在大厅里做什么？阿生，你是在办派对吗？爸爸妈妈，我欢快地奔过去，分别给站在门口的两人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何秋芳刚要开口反驳，却瞧见我的父母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门口，便把话咽了回去。姜文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何雨柔就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扑了上去。爸妈，我才是你们亲生的女儿啊！我一下子就被挤到了一旁，我爸妈满脸疑惑，何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爸爸已经有些恼怒了。何秋芳赶忙凑上前，先生，这是我们自家的事，我会处理妥当的。不，你别听他的。何雨柔焦急起来，爸爸，何秋芳这个女人当年把我和江南生调换了，我才是你们亲生的女儿啊！我爸听闻后有些诧异，反问他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心里一咯噔，不会真的被调换了吧？何秋芳之前和她丈夫打电话的时候被我听到了，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把两个孩子调换一下，我们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一点之类的话。而且何秋芳一直在江家做事，我又和江南生同岁，所以何秋芳听了这话，把头低了下去。所以你就怀疑是何秋芳把你和男生调换了？我妈眼中带着笑意，那笑意里蕴含着我看不懂的情绪。何雨柔赶忙解释，而且何秋芳一直对我很不好，相反，她对江南生比对亲生女儿还要好，所以我就更加确信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我妈轻轻叹气，何妈，我早就告诫过你，要对雨柔好一些，不然肯定会出大乱子的。何秋芳把头埋得很低，一脸愧疚，是，夫人。我爸开始解释，你们不提，我都快把这事给忘了。何妈确实做过这种事。她看向我，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了。我妈充满慈爱地看着我。阿生出生的时候，所有婴儿用品都是我亲自挑选的，所以婴儿室里的孩子是不是阿生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当时发现阿生被换走后，我们马上调取了监控，立刻就抓住何妈了。那后来为什么还让何妈在我们家做事呢？姜文满脸疑惑。我妈看向何妈的眼神里带着些许心疼。当年何妈说，她丈夫不让她留下这个女儿，她才出此下策。她说，要是把她的女儿和我的女儿调换，在她丈夫心里，她的女儿就还有价值，就能留下她了。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她的女儿是有价值了，那我呢？我爸叹了口气，当时我是执意要报警的，可你妈动了恻隐之心，就把何妈母女都留在家里了。好在你也没受到什么伤害。何妈说，我们是她的救命恩人，以后会加倍对你好，我也就没再过问了。不过经过这件事，我就决定每年都做一次 DNA 检测。我这才明白我们家每年做一次 DNA 检测这个奇怪规定的由来。怪不得何雨柔随他妈姓呢，原来是他爸不让他随自己姓啊。人群里隐约传来一阵嘲笑声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何雨柔双手抱着头，仍然不愿相信。楚安，你是相信我的对吧？楚安眼神躲躲闪闪的，你是不是江家的真千金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玉苏妍。听到这话，玉苏妍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。我就说过，楚安是我众多追求者当中最让人讨厌的一个。不，我不信。何雨柔崩溃地蹲在地上，大声叫嚷，周围的人都离她远远的，生怕惹上什么麻烦。突然，何雨柔拉住我爸的衣角，跪在地上哀求着，江叔叔，求求您了，求求您和我做一次 DNA 检测吧。我突然有些同情何雨柔，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她现在做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何秋芳急忙过来拉她，雨柔，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啊，你滚开！何雨柔正脱开何秋芳的手，满心怨恨，从小到大，只要你在我爸那受了气，就拿我撒气，我跟着你受尽了欺辱和白眼，你也对我不闻不问。3年前，要不是江叔叔愿意资助我继续读书，你们俩早就把我卖给老光棍换彩礼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说着，何雨柔又看向我爸，江叔叔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就和我验医。话还没说完，何雨柔就直直地倒在了地上。救护车！何雨柔躺在医院的病床之上，我妈紧紧皱着眉头。何妈，想当初是你说，如果我们不收留你们母女，你丈夫就会把雨柔送人，我出于好心才让你们留下的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江家对你们可不薄呀。结果呢，你是怎么教导女儿的？当时你是怎么跟我说的？要不是我们及时回来，还不知道我女儿要遭受多少委屈呢。何秋芳只是在一旁不停地赔礼道歉。妈，何雨柔醒了。我发觉病床上的何雨柔正缓缓睁开双眼，便把众人都叫了过来。
我妈调整了一下情绪，走上前去安抚她。雨柔啊，你和你江叔叔的 DNA 已经在检测了，我们也把你的父亲找来了，他马上就到，放心吧，今天肯定会给你一个结果的。何秋芳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什么事都得我亲自来。正说着，何雨柔的父亲孙永健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。孙永健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女儿都躺在病床上了，你还在这儿说风凉话。何秋芳也带着哭腔说道。孙永健看了一眼病床上的何雨柔，满不在乎，就为这点事，他把我儿子的彩礼钱都给花光了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，躺在这儿还得花钱，真不如死了算了。何秋芳冲过去想要打他，被我妈给拦住了。孙先生，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和雨柔做个 DNA 检测，这样也好解开孩子们之间的误会。孙永健上下打量了我母亲一眼，这位就是江夫人吧？当年的事你们不是说不计较了吗？现在想让我赔钱，我可不会认的。再说了，当年不是没换成吗？没让你赔钱，只是让你来做个亲子鉴定，做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话语中的嫌弃根本掩饰不住。和谁做？孙永健满脸堆笑地看着我。江大小姐，和你做呀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玉苏严党在我的身前保护我，我算是明白你女儿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你是她的父亲了。有你这样的人渣做父亲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哎，江小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咱们当年可也是差点就成了父女关系呢。再说了，有这样一个废物女儿，我也是不情愿的呀。当时是你们非要让她上学，依我看还不如早点嫁出去换彩礼呢。何雨柔双眼通红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孙永健。快去做检测，做完你赶紧滚。何秋芳催促着他。你急什么？孙永健走到何雨柔的病床前，探着身子看她。哟，之前没仔细看，这小丫头片子长得还挺水灵的，能卖个好价钱呢。孙永健的话音还没落，就见何雨柔抄起桌上的水果刀，朝着孙永健直直地刺了过去。刹那间，雪白的床单就被鲜血染得通红。孙永健张着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玉苏妍赶忙抱紧我，捂住我的双眼，大声喊道：医生，医生！病房里乱成了一锅粥，我只能听到何雨柔那崩溃的怒吼声。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的人生全被你给毁了。去死！你给我去死！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只能做你这个人渣的父亲？凭什么？何雨柔手中的水果刀径直刺穿了孙永健的喉咙，孙永健当场就没了性命。警方前来调查的时候，何雨柔已经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，最终被确诊患有精神方面的障碍。她虽然侥幸免去了牢狱之苦，但是下半辈子恐怕是要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。何雨柔被带走的时候，挣扎着非要见我不可，我就带着她和我爸的 DNA 检测报告去见她。我觉得她肯定是一直念念不忘，想要知道结果，正好也能让她看了之后彻底死了这份心。在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房间里，何雨柔却紧紧抓着那份 DNA 报告，她指着上面检测结果不支持两人有亲子关系这几个字，放声大笑起来。你看，我才是真正的江家千金啊！她竟然已经偏执到连明明白白写着的内容都能歪曲理解了。在她那癫狂的笑声里，医生把她带走了。我的心情却有些沉重。要是当初我妈没有发现我和何雨柔被调换了，那我是不是也会变成如今的何雨柔这个样子呢？经过这么一闹，何妈我们家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再留她了，其他人家也不敢再雇佣她，她只能回到乡下，靠卖苦力给她儿子挣彩礼钱了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在想着何雨柔的事情。后来我成功考上了大学，我选择了儿童心理学这个专业。玉苏妍知道后，她没有询问我原因，只是告诉我，男生即便处在相同的境遇下，你也不会成为第二个何雨柔的。是啊，我不会成为第二个她。在后来调查何雨柔的过程中，我吃惊地发现，原来何雨柔在小学的时候心里就已经出现问题了，只是她的父母从来都没怎么关注过她。所以当她听到何秋芳的那通电话时，成为江家真正的千金就成了她心中难以磨灭的执念。偶尔我也会问玉苏妍，你真的不在乎我是不是江家的千金吗？玉苏妍总是会温柔地把那个答案再说一次，你是不是江家的真正千金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就是江南生，只要你是江南生就好。说完他还会补上一句，我爱的也仅仅是江南生这个人，别无其他。是啊，我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，但是我能够决定我是一个怎样的人。